二叔，二叔。 你注意安全。没事吧？别动！没事，人还活着。你没事吧？ 二哥也算是万幸，只是胳膊骨折了，没什么大事儿。聂小雨呢，还需要休养，等他恢复过来，给他做个笔录。韦国平呢？他在医院呢，还没醒。不过这次啊，幸亏是老魏救了我一命，要不然，可能躺在医院的就是我了。姜广善现在什么情况？那已经开审了，不过除了绑架聂小雨之外，什么也不说。连警察都敢动，这就不是个普通的绑匪。查，一定给我查清楚。是。病人因为心脏问题加重，苏醒得立即进行手术。喝点水吧。小雨，我决定要去自首了，把赵公子干的那些坏事全都供出来，为你哥报仇。这是这些年他用你的名字存的钱，都是正经生意赚的，每一笔都是干干净净的。怎么了？这谁活得不耐烦了，惹我那个把花旦妹妹？打住！
我警告你，以后在外面不要动不动就捏宝华的妹妹。怎么了？我没名字吗？叫聂小雨。我招你了吗，小姑奶奶？你怎么没招我呀？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招我了。又是因为这魏国平吗？就怪你。你怪得着我吗？你看你自己多凶，你平时多厉害，跟个母老虎似的。那魏国平能看得上你吗？我什么时候厉害了？哎，我凶。我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有对他厉害过，就是因为你要跟我保持距离，划清界限，还逞不是你啊！你把这放，你再扎着你，这我最烦人拿瓶子指着我。那就是因为你。啊，那不哭了啊，不哭了，好吧，不哭了，啊！咱少喝点啊！你要想哭，你随便哭，少喝点。你快走！你就这么走了？我现在真后悔为什么要进来。你说你难过吗？我想过来陪陪你，你不高兴。那我要走你又不让，也就是你，这要搁别人我，搁别人怎么着？搁别人你一大嘴巴抽上去了是吧？没有。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种作风，还有社会上那些玩意儿，要不然人家魏国平凭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啊？你知道你把你妹妹的幸福都葬送了。还葬送了，这过分了啊！说的，我是干这个的，可我不出来混，不干这个，我能有钱吗？那你说当初1个月工资，想给咱爹买个药都买不了，还你这大半夜出去捡废铜烂铁。唉，不说这些破事，我就是不想让咱俩再受欺负。现在电器厂改制这事要是成了，那你搁我以后那是企业家，真的，那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企业家。到那时候，那个魏国平见着你，是不是配你，那都另当别论了。怎么不配呢？怎么就不配了？你凭什么说不配啊？没说，你为啥说不配啊？哎，大舅哥拿妹夫开个玩笑都不行吗？不行，那咱就换一个行不行啊？不行！哎，行，就别让我服你。歌，唱歌，咱唱歌，唱歌。哥，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你回来。愿你回来吧。所有物品都在这了吗？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哎，开言，来，哎，宋叔，人说了，不见你什么也不说，说吧。
你怎么来了？啥事儿啊？我想起那个人在哪儿见过了。哪个人？就是赵世铎。我在宇文餐厅见过他。哎，小伙子，关门了。谁是老板啊？我是，关门了啊！走。我要喝酒。好，喝酒啊！来，里边请。你要喝什么？哎，你等会儿。这东西是你的吧？我的。走，里边。他当时捂得严严实实的，还给了蒋广善一个鼓鼓囊囊的包。什么样的包？一个黑色的包。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包。赵世铎已经被市纪委控制起来了，他也交代了他和赵世杰的关系，并且呢为我们提供了赵世杰可能逃跑的路径。我这就把他抓回来。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认识蒋广善吗？认识。蒋广善，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有没有要补充的？都是宝华集团的，他不是什么好人，他就是个恶魔，好多坏事都是他干的。还有赵世杰，看着人模狗样的，好多坏事都是他们俩撺掇着一起干。88年的第一起命案是由赵世杰跟蒋广善共同作案，之后的连环割喉案都是由蒋广善所为。后来呢，蒋广善的妻子不停地流产，他就觉得自己遭报应，就停手。直到8年后，他在宁江再一次发现了赵世杰，向其勒索钱财。赵世杰不但没给，反而对蒋广善进行了羞辱。为了报复他，蒋广善杀了李雪梅，栽赃给赵世杰。聂宝华呢，抓住了蒋广善，以此想要挟赵世杰。没想到蒋广善却找到赵世杰要求合作，而且制造了电机厂王琳琳的血案，目的是为了帮赵世杰霸占电机厂。赵世杰跟聂宝华的矛盾加深之后啊，他就要求蒋广善跟踪聂小雨，在聂宝华和赵刚的火拼过程当中，绑架了聂小雨。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好样的，宋哲。古俊，其实这个案子，老魏已经给我们趟的差不多了，我只是最后这么一哆嗦。用不着谦虚，啊，很多事情啊，就差这么一哆嗦。8年了，总算在我退休之前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你们都是好样的。古俊，蒋广善的案件已经一一落实了，这2天我会带他指认王琳琳的命案现场。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是。案发现场在哪儿？爸爸，这就是那个杀人的恶魔吧？看就不像好人。都是他杀了那么多女孩，还有陈山河。是，这我听说是魏国平把他抓住的。报应，真是报应，活该呢。就是应该早该死。哎，他为什么呀？这种人太坏了。看样儿上。过来了！杀人犯！杀人犯！杀人犯！有点枪毙了！要给那些人活该！带走！
什么？蒋广善不认了？不是不认，其他的都认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陈山河牺牲那天呀，他就说他没去过电影厂，也没见过老魏跟聂小雨。他是想做最后的挣扎。他杀了那么多人，他还挣扎什么呀？蒋广善呐，他这不是想脱罪呀，他是在向我们示威，他想告诉我们，他没有被打败。这个家伙就是异想天开。可这对魏国平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你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我听说我哥公司被封了，怎么了？具体细节我也不知道。他早就说过，让我跟我哥别掺和在一块儿。要是我哥也能听他的就好了。你能这么想，还挺难得的。医生说，他有可能醒不过来了。说了也好笑。自从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安心过。但现在想一想，8年了，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来保护我。现在也该我照顾照顾他了。那个人交代了吗？这涉及的案情，我不能告诉你。我别的都不问，我只问88年山河哥的案子。我就是为了这个来找你的。他坚决不认杀死陈山河，否认当天去过电机厂。为了破案的严谨性，所以我想，请你跟我再回局里确认一下。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敢确定，那个人就是杀害山河哥的凶手。为什么？我有证据。是什么？88年，证明他杀了山河哥的证据。东西在哪儿？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当年为什么不拿出来？聂小雨，我问你话呢，你回答我。证据是什么？你为什么一直不拿出来？没有证据，就算我们都知道那个人就是凶手，但只要他不承认，连环案就不算彻底告破，而且还会随着那个人的死永远成为一个悬案。东西在哪儿？如果你早拿出来，就不会有后面的受害者。聂小雨，你说话呀！如果你早拿出来，他会像现在这样躺在这儿吗？他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还有陈山河，他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了。8年了，聂小雨，你不能这么自私。你回答我。老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头。
老头，老头，老头，你醒了？师哥，老头，师哥，老头，醒了吗？ 刚才的话听到了。你先别说话，我去找医生。杨广善，这时候了，就老实交代吧啊！该说的我都说了呀。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魏国平，你喊什么？魏国平为什么不来生我？他是死了吗？闭嘴！怎么说话呢？别提他，老实交代你的问题。要不我提醒你一下，1988年3月17号，电机厂、雨夜、女孩，还有警察。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过去。蒋广善。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宁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顾卫东。大领导来了，哈哈哈，那太好了，我可以跟你聊聊，聊聊。来吧，告诉我。 93年以后，为什么收手了？我老婆病了呀。听说你对你老婆还不错呀？那也是没办法呀。这就是说你这不是还是有点人味儿吗？啊，蒋广善，害了那么多的人。 等待你的是个什么结果？不用我告诉你，你应该很清楚，是不是？尽管如此，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你真的就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了？嗯？说说。 为什么杀人？因为我高兴啊！我喜欢看那些人跪在我面前求饶、挣扎、断气，我会很兴奋。
从小就不被人瞧得起，都骂我是条狗。麻烦过一下。好，谢谢。哎，干什么呢？小心点，不是？别碰了！不是保护现场，不知道吗？新来的同志，你再把人吓着。没事吧？我第一次见尸体的时候，我差点没吐了。跟2月26日那起有关联吗？致命伤是一致的，利器切割喉咙。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还有，死者都经历过性侵。上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头部有钝器伤，指尖里残留有凶手被抓破的皮肤组织，跟这一次还是有不同的。那也不能排除不是同一个所为，没准上一次罪犯啊作案的比较仓促呢。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所为的话，那他这一次准备的更加充分，性侵时还特意戴了安全套。他是八万人了，这保卫科双雄的思路够一致的啊。排查的怎么样了？哎呀，别提了吧，摸排了3天了，哎呀，啥也没有，连根毛都没摸着。你说你是怎么说话呢？你比这个国平早入警队，就这态度啊？国平，不学他，你稳点啊！我很稳。来，师傅，我再给您添点。以后不能叫我师傅了，你现在有正经的师傅了。那不正经的不也是师傅吗？来。反正我是电机厂出来的，我也是您给培养起来，我才当了警察的。哎，所以您一辈子都是我师傅。您知道现在公安局的人跟我们俩叫什么吗？叫什么？保卫科双雄。哎呀，得了吧，这是什么好话呀？啊，不是好话是啥话？这小屁孩，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回去学习去啊！来，把这个干掉。还是国平哥好。你呀，你就这么惯着他吧。我跟两个说呀，这个人啊，得赶快给他抓着。现在宁江市都传疯了，说咱们宁江来了一个割喉的恶魔，整得人心惶惶的啊。这个人吧，虽然选择的地方都是荒郊野外，但是那周围的都是什么厂矿企业，这样的地方，单独的女工进出的情况就比较多。否则啊，他也摸不着这些受害者。你说咱厂区南边那个废料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没事儿，爸，只要不下雨就没事儿。这跟下不下雨有啥关系？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作案就没有痕迹啊。巡个逻嘛，没事啊。我哥和国平哥出去抓坏人。你换衣裳干啥呀？我跟你们一起去。你好好学习去，想要当警察先考上警校啊！警校没考上呢，那能行吗？去，回去。走吧。走了吗？今天注意点啊。能不能抓着坏人还得看运气呢。走了。警察，哎。走了，师姐。哎。注意安全啊。
我从这边走，咱俩到里面汇合，好吧？好。88年到92年系列杀人案，简称88案，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生前遭受性侵，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喉部。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从受害者伤口判断，凶手是左撇子，作案手法残忍熟练。92年，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童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睡了多长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
他讲了。要不你再眯会儿。睡不着了，神经衰弱就这样。那你得多难受啊！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这些都完事了吧？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卫队，后半夜了，你自己注意点。好。一会儿先走吧，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那行，你慢慢看。后来了，下班。来了，超。哎，卫队。卫队，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刚才抓了一小子，好像就是正主。东北左手第3排，628、629那一块。0628。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第3起没法并案，0928那块。你蹲下来。右手边，928，你看看。为啥呀？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第3起不行，一扇门上6个脚印，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都跟前2起不一样，所以没法并案。哦。就服你。怀中市428强奸杀人案，受害者为中年女性，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但是经过尸检发现，致命伤在颈部，水果刀穿刺而成，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结婚的东西啊，这套也很好，你看这套。这结婚啊，就是要喜庆，红红火火，顺顺利利的。当然了，哎，不错不错，我试试，驾照也要拿好的啊。不错吧？小雅，小雅，小雅，刚从香港打的货，全您家，就我家有。哎呦，小雅，你在这儿啊？那个床单被罩多喜庆啊！你喜欢啊？老板是吧？哎，拿双37的。哎，马上给你包啊。挺好看的。耳朵，没醉啊？阿福真稳。废话，快50了，还是老侦查员，还有谁比我稳？什么时候到？话说就快到了吧？过来到底玩什么呢？枪啊、药啊，还是水货呢？活来得及，就在场上。干活。干活。啊，都听好了，瞅准了再泼。
别惊着群众，别碎了东西。听着没有，汤说你呢？得了吧，汤，上次那玩意儿是你。上什么次？上次这次说你呢，你得注意，别大锅饭，谁砸谁肥。好嘞。吴老子，不用找了。大哥，玩游戏啊？老板在吗？老板没在。哎，干什么？老板不在，老板不在。别动！警察！起开！走，走。别的单位啊，都有什么工作手册什么的，你们领导估计也没这文化水平。来，抬头，看这儿，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会儿啊，一人给我抄一份。我告诉你们，脑袋掉了，碗大的扒了。我孟三儿也不是面捏的，今天你们要抓要关，看着办吧，反正我啥都不知道。场子都清完了，喊什么呀？都是你的人，喊给谁听呢？给我听呢。我说卫队啊，您老人家就别折腾我行不行？这半天了，生意都黄了，我也得吃口饭呀。你吃饭那家伙在你肩膀上牢靠吗？不是，孟三儿，你为什么跑？我知道啊，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说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当然知道，魏无期呀。哦，就是您老人家办的案子都是从无期徒刑起跳。那你要不要琢磨琢磨，再重新说一说呢？我真啥也没干呀。你在这儿跟我说，我能帮你什么？你心里清楚。你现在不说，我带你回去说，性质就变了吗？你要不要重新琢磨琢磨怎么说？别给脸不要。是不是广州那事儿？继续。这是我对天老爷发誓啊，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我不去，他们非得让我去，我就跟你几个广州人碰了一杯酒，我啥都没说。跟你没别的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想去，我都能带你去。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啊？知道啊。提你好使吗？好使啊。
链子哪儿买的？借我试试呗。这金的。嗯。哎呀。 哎呦，笑，不带脑子呀！一天到晚给我丢人。你刚才不也把碗打碎了吗？谁也别说谁，你和你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一个样。我交钱了。 这帮人挺会挑地儿，这饭店适合抓捕。欢迎光临，请问先生几位？自己不会数啊？山无敌。你好，这边。挺横啊，香吗？ 前面就是珊瑚天。我行了，妹妹，你先忙你的去吧，不用管了啊。孟先生是哪位啊？我们老板要孟先生一个人进去了，剩下那些兄弟安排隔壁包间喝茶。 还是信不过我孟老三的啊！行，喝茶去。好嘞，大哥。这边请。哎呦，兄弟啊，真家伙呀！哎，你们那边什么价？给我们弄一批呗。你干嘛？ 哎什么呀，贝子？今天这事儿，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宋队，今天跟你这几个小伙子看着眼生啊，下手还挺重，似对来新人啊。少给我转移话题。要不是你擅自行动，宁家的买家是谁，背后什么人，我早就一网打尽了。要不是你们抢了先，宁江的卖家还有卖家的上线，我也早都逮了。哎呦，还轮得着你？我早就给控制住了。哈，哎，不对，还有一个事儿，这孟老山怎么的？丢人怎么给放了？
不放怎么着啊？他提供了警情，我们才迅速出警，人家没有涉嫌犯法，抓他干嘛呀？灰色地带的人，拉他一把，警察的本分。再说了，他是聂宝华的一个小崽子，他有什么祸呀？留着养大鱼多好啊！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记一功啊？哎呀，记不记是你的事儿，我也没意见。我跟你说，你这叫避重就轻，说你违纪违规都是轻的。宋队，您这是要治我的罪喽？我哪敢呀？行，我承认，盐湖这一块啊，你比我熟。以后啊，你们3队再出任务的时候，麻烦跟我们4队汇报一下。我凭什么跟你们4队汇报啊？3队、4队是平级，平级我就不能。哎，你好，是刑警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事给我打传呼，别往单位打。啊？哦。好，好，这就过去。嗯。蚊子。大冬天哪儿来蚊子呀？魏国平，你有毛病啊你！今天广州饭店的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你签的下，结果成了这样。我本来以为是条发财的路，谁知道警察早就盯上了。你觉得是财路，警察觉得是不义之财啊。您不是说过，富贵险中求。话是没错，但你只理解对了一半，因此宁江的买家也就折了一半。哎，我错了。这样吧，空出来的场子你先接下来，这回不会再办砸了吧？您放心，这回要是砸了，您把我脑袋揪下来。好，每个场子交一个整数给我。每个场子，你吃不下的话，我可以找别人帮你消化。行，不勉强了。不勉强。既然把底下的事儿都交给你了，我也会找人罩着你。谢谢主任。啊，对了，我听虎子说您在电机厂遇上点麻烦，需要。这事儿不归你管，你不要碰。恭喜大哥，又得了不少场子。恭喜个屁！你知道我这次要拿出来多少钱吗？聂宝华这个老狐狸，他早就料到了广州人那条线肯定会被警察盯死，那就先利用我扫掉了一大批蠢货，然后再利用这些好处，让我把这几年的家底儿全都掏出来。那咱就这么认了？不认怎么办？大哥，咱现在是比不上的，但是只要这些厂子还在咱们手里，咱们就有机会壮大势力。到时候谁才是宁江的老大，还不一定呢。聂宝华不让我碰电机厂，老子偏碰。今天这行动怎么过招？没怎么回事啊，就是得了个信儿，说是有一群广州人要到我们这儿搞事情，孟老三知道他们住哪儿，我们就过去了。不知道行动之前要汇报吗？
不耽误功夫吗？不是我报给谁，不是也得报给您吗？您这么英明，您能不同意吗？所以省了这个手续。再后我们就过去探探风，谁知道探来探去，宋哲那小子出来了，气死了！什么叫那小子？人家进队比你早，好不好？早了不起啊！但是当然您了不起，他不行。你对人家尊重点行不行？毛病！你还别说，宋哲这次啊，守着上线得下线。你没过去之前，人家捂住了5拨人，战绩不小的。如果没有你啊，很可能还会扩大战果的。我向他做声教检讨。啊，你说说你们两个啊，提付出的事儿，组织上刚考察完，这都没问题了，你非要闹这么一出，你说现在你怪谁呀？我没怪谁啊。那怪你自己，你怎么办呢？那都是人民公安，都为人民服务，我有啥可怪的？当不当副处长能怎么的？行了行了，你觉悟高。哼，狐狸呀，吃不着葡萄，够不到，他就说葡萄酸了。吃葡萄当你能服？哎，你小子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帮你没事整理整理呀，洗洗涮涮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师傅，谁愿意找我呀？白天不着家，晚上回去该睡觉也睡不着，那找我不就是耽误功夫吗？你有什么功夫可耽误的？我想听听。啊？办88案子。你呀，我问你，像这样一个强奸、杀人、恶性连环案的人，怎么就会突然4年不出现？难道他是良心发现，心说不干了？会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失去了这个作案的这个能力，甚至死亡？现在想把他挖出来是越来越难了。那该挖也得挖呀。是啊，为了这个案子，你这没白天没黑夜的，把自己还真的折腾够呛。到现在，这得了失眠症了。但是国平，在宁江也不止这一条案子。那些所有的案子也不都是你的，主次还是要分得清，要想得开，往前看。回头啊，抓紧时间，赶快把88案的材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移交？对。凭什么？命令。谁的命令？我的。那不听。什么？我的案子我凭什么移交给别人？我的命令你不听吗？我的案子我就不能移交？你跟我拧是吧？那好，明天先去水库干啥？锻炼。去了去了，又不是没去了。气我呢是吧？啊？来了，佩姐。上面好多钱呢！哎呀，怎么打到我这个妈妈身上了？没有，就前面一个门。注意点！上山了！干嘛？你去哪里？干什么？哎，魏哥您来了。哎，魏哥这边请。又到几盘啊？2盘，香港那边过来的。哦。而且还是带字幕的那种。您呀就安心看哦。然后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来，票钱。然后你再上隔壁老王那儿呢，给我端碗馄饨，多放辣油。好嘞。
You slough off skin cells, for example. You're regenerating cells constantly. The cell that you have has the DNA in it, and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cells, your body makes copies of that DNA. 多氧核糖核酸可以用于辨别凶手身份。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跑错路了。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的，那受害人怎么样？